如果我们在看为什么它会凹凹凸凸，是因为它像那个走山的哈，就是像那个斜坡上面的东西，它慢慢滑落下来。我如果今天呢，我要恢复到年轻样子，怎样？我就要把这个走山的这个山坡，把它重新提回去。当我把这一块重新提回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你的中脸它不仅没有凹凹凸凸的，那它看起来是你年轻的样子，而不是像这样子一整个很古、很怪异的感觉。一个只会话术的诊所，不能给你有效的治疗；一个不愿录影的医生，不能承诺手术的真实。记得，没效的才是最贵。想做要找真专业。Hello， 欢迎收看科普医美新知。那今天想要问张医师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人拉皮后脸会变大、变平或者是僵硬呢？其实我们做手术拉皮手术拉皮大家知道我做的非常的多所以我也常在各个医学会上面示范。那去示范这个拉皮手术的时候，给这些医师看的时候，我都会很强调就是这些构造。那对民众而言，其实他们更好奇的那些构造的东西我不懂啊，但是我想知道我拉完会不会好看，更多人会好奇这件事那我今天来跟大家讲说，拉皮要怎么样看起来自然，要怎么样看起来是好看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它的关键是什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图非常有名是从这个2005年那个澳洲的一个学者们，一个解剖学大师，他把我们脸的构造重新的把它系统化在之前的影片里面一直跟大家讲，我们脸分3层，第一层是皮肤跟皮下脂肪，第2层呢就是我们的筋膜，第3层呢是深层，就是筋膜以下的组织。简单讲，我们脸分这3层那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这件事情？传统的拉皮手术为什么很多人他会觉得好像拉完很僵？什么叫很僵？他会这样子，有没有？就是这样，怎么转过来，就觉得好硬好硬因为他很年轻，所以拉不太上去，他没有什么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会被他拉的好像整个那样变得很假。怎么样变得很假？这种闽南话讲叫做扫到红台布，有没有？脸被风吹到这样往后涌。我跟你讲，在医学上也有类似的形容词形容这种以前这种拉皮旧式拉皮造成的问题，叫做 sweep deformity。sweep deformity 是什么意思呢？翻成中文就是扫到红台布，就是它真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扫过去扫过头了，这个脸就变这个样子。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传统的拉皮，他们着重的重点就是皮。拉皮手术其实是一个不对的称呼，它真正的医学这个名词是 facelift， 面部提升。那只是以前在做面部提升都强调这个皮，所以它就变成我把皮尽量往外拉了就很假，就会有很多的问题而且因为你只是靠着皮这样子在撑，你就会很硬，就会很僵硬。可是我们现在很强调什么？现在新式的最新的公认最好的拉皮方式是什么？就是要做3层。什么叫3层？传统拉皮就是只拉皮而已嘛，对吧？在10几年前，我们就有听到一个叫筋膜拉皮。什么叫筋膜拉皮？筋膜拉皮就是皮之外，筋膜上面它可能缝个几针，或者筋膜上面剪一块缝起来，不是很彻底。那3层拉皮就是它做到最底下，让你拉完之后会变得是自然的。而且它看起来是年轻化的，不是变成另外一个诡异的样子，它是让你变成你以前年轻的样子。为什么？我来跟大家讲解。这个图是一个3D 显像的图，它还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老化的时候，我们先看中脸的部位，它慢慢它有一个趋势。什么样的趋势？如果你单单只是看照片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中脸的上半部我们的整个中脸这样一块，中脸的上半部它是呈凹陷，然后它下半部是蓬起来的，它就是有一个这样用3D 扫描看，它就是一个趋势，就像一个山坡一样，这样往下，这样子往下的一个趋势。如果我们在处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们是用填充，这个很常见嘛，很多人就说我脸老了，就是这里凹了嘛，这里凸了，那怎么办呢？我不用它凹凹凸凸的。大家如果对一个凹凹凸凸的状况，很多人第一个概念是什么？我把凹的地方填起来，果然填起来以后，看起来是不是比较年轻？有没有？有嘛可是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僵硬，有点假？因为它并不是照着我们的生理，不是照着我们的解剖结构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它只是硬把凹凸的部分用凹的去把它盖住，去掩饰住，所以看起来好像有比较年轻，因为没有凹凸嘛，可是你就会觉得说不出的诡异。如果我们在看为什么它会凹凹凸凸，是因为它像那个走山的就是像那个斜坡上面的东西，它慢慢滑落下来。当它滑落下来的时候，是不是上坡的地方就凹下去，下坡的地方堆积在那里？我如果今天呢，我要恢复到年轻样子，怎样？我就要把这个走山的这个山坡，把它重新提回去。当我把这一块重新提回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你的中脸它不仅没有凹凹凸凸的，那它看起来是你年轻的样子，而不是像这样子一整个很鼓、很怪异的感觉。好，那这个就是传统拉皮做不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要做到像这样自然的一个提升，很重要一点就是你要做到复位。所以我要讲了一个重点，3层次拉皮。现在新式的拉皮一个观念，3层次拉皮很重要的，从头到尾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复位。什么叫复位？就是像这样。我们把走山往下堆叠的这个组织，我们重新拉回去，就是这 reposition reposition。当你把它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的时候，你本来凹凸的状况，它才会变成是以前你年轻的一个苹果肌、年轻的中脸的一个构造。这个又是一个案例我好常处理这样的一个 case。你看到什么？他因为好像这个客人。他就是因为以前他觉得什么，他苹果肌凹了，然后他这里多了一个沟，就是所谓的猫咪纹，然后他觉得整个看起来很疲倦，又有泪沟，所以他就填充，所以你会觉得这里整个鼓起来。的确他没有，他这个地方感觉没有像他原本那样凹凹凸凸的但他来的时候，他这种已经是填过的，但填完以后呢，大家都会说，你笑的时候跟不笑的时候，这里都鼓一坨，好僵硬。拉的那个客人他也是一样，他脸也是填充了噼里啪啦一大堆东西。填完以后，一开始他觉得很好啊，有些沟已经不见了。到后面当旁边有人，甚至自己的老公说你不要再做了，可不可以？你变得好僵硬。这个就是过度填充。事实上，过度填充在这2年的整形界已经变成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了，叫做 overfeeding syndrome， 就是过度填充。我们如果在做3层次的时候，我们一层一层的这样子做，我们其实在做的时候，我们把它重新复位。第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什么事？它的法令纹变浅了，对不对？因为它上提了嘛，对不对？第二件事情你会发现什么事？它的苹果肌不是这么大的一坨，因为事实上他要做的从头到尾，他的关键并不是流失。他这个客人他最主要的问题，其实是因为走山滑落下来，所以我们把它重新复位。把他的苹果肌重新复位的时候，他其实是不需要过度的填充。当然有一些人他是因为真的流失，他是需要填充的。可是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好多人他都是过度填充，填充完的结果就是整个一坨在那不自然，而且你填充进菌气的东西变成是另外一个重量，让它垂得更严重。我们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呢，又有另外一件事，像这些过度填充的东西，或是它太鼓的东西，我们因为是一层一层做嘛，我们就可以怎样把多的东西把它去掉。所以做完的状况是怎么样？它是变年轻的，然后它的状况是什么？是自然的。这里我顺便跟大家提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们在做的是3层次，所以像有一些人有些客人就会说，哇，我觉得我的颧骨有点大，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你看到这个状况是不是？它这个地方颧骨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凸这一块？但是你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它真正凸的地方是苹果肌，它的颧骨看起来就没那么鼓。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因为我们在做3层次拉皮的时候，因为我们不是只有做皮这个地方颧骨这个地方有一个深层的脂肪垫，这个深层脂肪垫的名字叫束缚，我们可以顺便把这个深层的脂肪垫把它去掉一些。所以在不削骨的状况下，也可以让你的颧骨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凸。这是额外讲的，这就是
我们在做复位的一个好处。复位可以干嘛？可以调整你的脸型。好，我们接下来看的一个案例，刚刚都看的是中脸，我们现在看的是下脸。这个3D 动画大家觉得很漂亮、很专业，对不对？因为这是我们发表在医学期刊上面的一个研究论文。我们随着年龄老化的时候，这一块深层在嘴边这块深层的脂肪垫，这块深层脂肪垫英文叫 buccal fat pad， 它的中文叫做假指垫。随着年龄，这个假指垫呢，它会慢慢的往下掉，平均呢1年大概掉多少？0.1公分，听起来还好嘛，对不对？10年就掉1公分啊！所以你会发现你的为什么这个越来越往下垂，就是这个假指垫呢，它会开始慢慢往下掉，往下掉就会造成你这块嘴边肉就凸出来了，变成 U 型脸，就会造成你的下脸有凹凹凸凸的感觉。如果你今天做的是传统，只是剪皮的，或者是只是做筋膜的，你没有真的做到3层，把这个深层的这个脂肪垫把它重新复位的话，你做完你会发现，哇，你这个皮跟得好紧啊，但这里还是一坨。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这个表皮就像气球的皮，这块深层脂肪垫呢是什么？这个气球里面的石头。如果你今天没有把这个石头把它复位，你只是这个气球皮在那边扯，你这个气球皮扯得再紧，这个石头还是垂脱在那个地方。像这个就是我说的老化的时候这里就多了一坨，然后这里就凹下去。所以如果我们真正在做的话，我们把这一块深层的假指垫，我们把它做复位，你会发现你的脸型就会变顺了。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概念很重要。为什么有时候传统拉皮你会觉得它不自然，或做出来就是不好看？因为它没有照着你的解剖构造去做。那像我们在做3层的时候，我们每一层都会做复位。你做复位的时候，复位这个动作就是上底的嘛，复位就是本身的一个上底，它除了可以改善你下垂的状况，它对于你脸型，像我刚刚给大家看的中脸型的改善，苹果肌复位的改善，对于你下脸的这个轮廓改善，都非常的明确，都非常的有效。这个就是3层式拉皮跟传统拉皮手术比起来很重要的一个差别，因为3层拉皮才有办法做到复位，传统拉皮就只有硬扯，没有复位的概念。传统拉皮呢跟3层拉皮还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点就是关于向量。什么叫向量？拉的向量。如果你今天只是做皮的话，你很难有所谓的控制拉的方向那我们做3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层次去做一个提升的方向。像我们在做传统拉皮手术的时候，很常就是这样往后面这样拉，这个就会很僵硬。那你说我们垂直往上面拉，那这样子是不是一定是最好呢？其实也不见得是。为什么？来看一个研究，它是把我们的脸这个角度呢，我们当作是这个0度，这里叫做90度，然后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做一个拉提，把我们的脸这3层用不同的角度去做提升，然后去找出做出来最自然。那怎么样做最自然？就是看起来像你以前年轻的样子叫最自然，然后去找出这个角度来。那有一个角度后来研究出来大概是60度左右，其实严格来讲是50度到70度之间，那平均大概就是60度。有些人说，可是有的人是脸长，有人是脸宽，有人脸窄，其实60度还是太含糊了，因为我们要量身定做。为什么给大家看这样的一个图这一条肌肉叫做大颧骨肌。大颧骨肌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肌肉它是用来分隔我们中脸跟下脸之间的一条肌肉，它上面有一个韧带。随着一些仪器还有显微镜的一些进步，所以我们找到了很多以前没有注意到的很细微的构造。常常客人会问我一件事，我可不可以只拉中脸？我可不可以只拉下脸？我在这里顺便跟大家回答，我一般会跟大家讲，如果你要做，最好的状况是中下脸一起做。为什么我刚刚不是说我们在拉的方向最好是60度吗？事实上另外一个研究发现，为什么有的人是50度最好看，有的人是60度这样，有的是70度最好看？60度是一个平均值，其实最好看的角度就是顺着全大肌的方向去拉，最自然。你这样子太水平、太垂直，它做出来的样子都会有点扭曲。
它会让你的拳大肌的方向会有点转动，你表情就会有一点什么假假的，就会觉得好像不像你年轻的时候的表情。最棒、最自然的角度就是顺着拳大肌的角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下联一起做。你今天只做下联，你在拉的时候，因为你的力量就是偏的这个方向，你就很容易怎么样？你在拉的时候就会这样歪过去，会不自然。你今天只做中联，你就会这样歪过去，会不自然。你就会发现做完了，这里上体，可是就说不出来，就会觉得比较没那么自然。所以最理想的状况一定是中下联一起做，它做出来这个角度才是你年轻的样子，才会最自然。那这个概念呢，很多医师也搞不清楚。我讲了这么多，大家会发现一件事，其实要做出来要年轻要自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符合你的身体构造，符合你的解剖结构，这是最重要的。你要做什么？要做复位，要做对的向量。我们在做这个地方，我们要60度的向量。这60度的向量除了可以改善中联跟下联的提升之外，这个向量它还可以间接的让你的下颌角的角度会变得更顺。向量跟复位，一个面部提升的手术，才可以达到最自然的一个效果。如果你要达到这样自然的效果，首先你第一个你要选择的绝对不能只拉皮，也不能够只有在筋膜上面缝个几针啊，或者是剪一小段筋膜，你要做就要做3/4。第二个，你就要选择熟悉构造的医师，你才有办法做到正确的复位跟正确的向量，这样做出来才会是自然的。记得没效才是最贵，有效要找专业。好，看完今天的节目之后，如果你想要做脸部的提升你会觉得我只要把皮拉紧就好，还是我既然要做，就要把每一层都把它做彻底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资讯分享给你的朋友，我相信可以给大家很多正确的一些概念。如果你分享给朋友，你跟我们说，我们的小编会在线上把我的一本电子书分享给你那这本书里面写了很多的关于微整形一些解剖的一些概念，我相信对大家在爱美的过程中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今天就到这里喽，拜拜。因为没效才是最贵，想做要找专业哦。